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离谱的比赛。一群年轻人对着警察竖中指、吐口水，警察非但不发火，还毕恭毕敬抬手敬礼，只因为他们正在参加一场没有回头路的死亡竞走，全程只能有一个人活着走出来。开赛后，就算脚腕走断了也不能停。吃喝拉撒全得在路上解决，累计3次警告会被当场枪毙。作为一名发了257条视频却只有2.5万粉丝的影视解说博主，今天为大家带来美国惊悚片《死亡竞走》。故事发生在2027年的美国，长久的经济停滞让整个社会陷入死寂，底层人在贫困里熬着，看不到任何希望。为了转移矛盾、麻痹大众，官方每年都会办这场号称改写人生的竞走大赛，从全美50个州各挑1名青年，最后唯一的幸存者不仅能坐拥花不完的财富，还能许下一个任何愿望。听起来像天降馅饼，可是馅饼底下全是尸。男主雷蒙家里条件其实还不错，可他死活不听母亲的劝，铁了心要报名参赛。母亲哭着把他送到赛场，眼眶早已被泪水打湿。他太清楚这场比赛的底细，这一转身大概率就是母子俩的永别。告别母亲的雷蒙在检查点认识了身材壮实的黑人彼得，俩人简单报上名字，握了握手。就这简单的动作让两人的命运从此绑在了一起。等俩人走进赛场，剩下48名选手早就到齐了，大家3、5成群坐着聊天，脸上还带着少年人的松弛，显然还没尝到这场比赛的厉害。很快，一辆军用吉普缓缓开了进来，来人正是这场死亡竞赛的总指挥上校。他居高临下扫了一圈，确认50人全部到齐，挨个点名发号码牌，嘴上还假惺惺的给大家打气。随着一声刺耳的枪响，这场举国关注的死亡竞走正式开跑。规则大家早就背得滚瓜烂熟，却没人真正往心里去。手腕上的监控手环实时测速，所有人必须保持每小时3英里以上的速度，低于标准记1次，警告攒够3次当场枪毙。踏出公路边界的不用警告，直接处决。这条路没有真正的终点，一直走到只剩最后一个人比赛才算结束。赛道两侧的巡逻车就是行走的死神。刚开赛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处在体力巅峰，甚至还能边走边唠嗑。而戴鸭舌帽的戴本最先被警告了一次，可他一点不慌张，只要按规矩在1小时里速度达标，警告会自动消除。可他心里的小九还没打完。5号选手鞋子进了碎石，刚弯腰想系鞋带，冰冷的提示音就连响2次，短短20秒停顿，连吃2次警告，理由是超过10秒没有达到标准速度。这下所有人想靠一次警告歇口气的念头彻底堵死。雷蒙和彼得走在队伍最前面，聊起了各自参赛的理由。大多人都是穷人家的孩子，都是奔着奖金来的，想赌一次咸鱼翻身的机会。可雷蒙却说有些东西比钱重要。他觉得这场比赛本身就是个笑话，明明不是强制的，可全国几乎所有男孩都抢着报名，最后选中的只有他们50个。语气里说不清是嘲讽还是悲凉。俩人聊得正起劲儿，后面的眼镜哥凑了过来。他最大的梦想就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写一本记录这场竞走的书。可这种书生气的构想在残酷的生理极限面前脆得像张薄纸。刚走出去没几英里，7号选手突然闷哼一声，他的小腿肌肉剧烈抽筋，每迈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，步速断崖式下跌，转眼就吃了2次警告。雷蒙赶紧上前鼓励他撑住。7号咬着牙硬扛了几分钟，可在绝对的规则面前，什么善意都没用，剧痛最终让他重重摔在马路上。第3次警告也随之而来。一声冰冷的枪响，第1名参赛者被淘汰，永远留在了赛道上。刚才还吵吵闹闹的队伍瞬间鸦雀无声。这帮年轻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们奔赴的不是改变命运的快车道，而是一座明码标价的移动屠宰场。烈日像火炉一样烤着大地。雷蒙走到补给车旁，猛灌了几口水，这是官方唯一免费提供的东西。充饥的干粮得自己带，因为雷蒙是本周抽签选出的代表。路边有个小姑娘举着牌子给他加油。生性软活的彼得忍不住感慨，谁说对手就不能做朋友？他的纯粹和热乎劲感染了身边所有人，唯独前面的5号嗤之以鼻。俩人正在拌着嘴，不远处一名选手突然口吐白沫，直挺挺栽了下去。5号见状不仅没有停下来帮忙，反而极其恶劣的从他身上跨了过去，结果没有任何悬念，那名选手当场被淘汰。5号狞笑着向选手们庆祝，现在又少一个，咱们胜算又大了点。雷蒙和彼得攥紧了拳头，但最终还是压下动手的冲动。他们心里清楚，在这里动手只会白白送命。不知不觉他们走了3个小时，亚裔小个子脚下一滑，差点摔倒。雷蒙伸手扶了他一把，提议稍微放慢点速度，只要刚好卡在标准线上就行。毕竟这场比赛拼的不是谁走得快，而是谁活得久。可讨人厌的5号又开始找事。他知道19号叫兰克，就用脏话羞辱他的名字，连他母亲一起骂。19号瞬间被激怒，转身挥拳的瞬间，本就极度疲惫的身体重心不稳，狠狠摔在地上。就这一摔，3次警告直接凑齐，19号连站起来的机会都没有，枪声就响了。
5号的行为瞬间炸了众怒，可他还在那里狡辩地说是对方先动的手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再多辩解都苍白无力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和5号拉开距离，没人愿意和这种披着人皮的畜生走在一起。没过多久，空气中飘来一股恶臭，眼镜哥快步走到几人中间，语气复杂地说，应该是有人憋不住了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前面的45号突发急性腹泻，根本控制不住，在所有人异样的目光里，他委屈地蹲了下去。第3次警告如约而至，枪声再次响起。这件事给所有人上了残忍的一课，往后的路，就连最基本的生理排泄都得在走动中完成，在众目睽睽之下丢掉所有尊严。赛程走到35英里，上校坐在吉普车里给大家灌鸡汤，世上哪有那么多一步登天的机会，你们可得好好珍惜。不知不觉来到深夜，困意就像潮水似的往上涌。彼得之前看过往届的攻略，大多数人都栽在第一个晚上，因为人都有犯困的时候，所以会在不知不觉间放慢脚步。身后的警告声此起彼伏，枪声接连不断，就连雷蒙都累计了2次警告。前面的5号还在不停阴阳怪气，雷蒙困得意识都模糊，眼皮重得像灌了铅，心里只剩一个念头，那就是停下来，先睡上1秒。就在他快要崩溃的瞬间，彼得跑过来扶住他的胳膊，让他淋点水清醒一下。Put your canteen over your head. There you go. There you go. I keep putting one foot in the other. 在彼得的拼命打气下，雷蒙终于熬过长夜，黎明破晓，睡意褪去。雷蒙看着身边的朋友，心里满是感激。这一刻，他们好像都忘了彼此还是竞争对手。算上夜里淘汰的人，赛场上只剩下18名选手，一天一夜不停地走，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疲惫。就在这时，身后传来冰冷的提示音，眼镜哥因为脚踝受伤，已经吃到2次警告。雷蒙和彼得把头扭向一边，不敢去看，他们都知道结局，却什么也做不了。眼镜哥流着泪不停哀求，可最终还是在一声枪响里告别了这场比赛。雷蒙忍不住破口大骂，骂这规则根本就是反人类。而前面的5号依旧尖酸刻薄，彼得强压怒火，劝他别跟这种人置气，把精力留着走路。 Remember, you can't have it both ways. 这时，上校通过广播宣布，恭喜大家刚刚走完了100英里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一名选手实在受不了这看不到头的折磨，他撒腿就往路边的便利店跑，可还没碰到门就被机枪扫成了筛子。这一幕彻底掐灭所有人心里最后一丝侥幸，离开道路即刻处决，除了不停往前走，没有任何退路。雷蒙突然讲起了冷笑话，想用这种方式冲淡点压抑，可终究有人扛不住了。印第安小哥带头对着巡逻车破口大骂，发泄着对上校和这场比赛的不满，其他人也跟着起哄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忘了彼此还是对手，共同的恨意抹平了隔阂。当天夜里下起了暴雨，冰冷的雨水浇在身上，驱散了白天的燥热，也刺激着每个人混沌的神经。绝境里，选手们反倒生出一种同仇敌忾的凝聚力。这一晚反而成了开赛以来减员最少的一夜。第3天清晨，黑人小伙亚瑟实在憋不住了，直接脱下裤子就地解决。不过他的节奏卡得极好，在第3次警告响起来之前完事。雷蒙俩人冲他竖大拇指表示佩服。等亚瑟走到前面透气，雷蒙终于向彼得吐露自己参赛的真正原因。原来雷蒙的父亲是个追求自由的思想者，从小就带雷蒙接触被体制封禁的书和音乐。可一个深夜，一群士兵强行闯进家里，抓走了父亲。带队的就是负责这次竞走的上校。上校说他传播违禁思想，逼他当众宣誓效忠，不然就地处决。可父亲毫不犹豫选择了死亡。那天晚上的事儿，雷蒙记一辈子。他报名死亡竞走，就是要走到最后，用许愿的机会走到上校面前，亲手报仇。彼得听完沉默了很久，他看着雷蒙眼里的恨意，认真地说：“复仇不是人生的全部，想想你母亲，想想身边的人。”雷蒙没说话，可心里冰封的那块地方好像悄悄松了点。赛程来到170英里，人的肉体和底线都已经被磨到了极限。一名选手腿部受伤，绝望地向旁边的巡逻士兵伸手求救，可换来的却是冰冷的枪托，连双腿都被履带碾碎。可士兵并没立刻结束他的生命，只是冷漠地站在旁边等待第3次警告，接连不断地虐杀吓坏队伍里的一个黑人小伙。他直接脱掉衣服，疯了一样冲向道路边缘，结果很快就被枪火吞没。当夜幕再次降临，50名参赛选手只剩下了7个。亚裔小个子体力彻底耗尽，意识模糊中，他径直走向装甲车，用近乎自毁的方式提前结束自己的痛苦。可谁知士兵冰冷的像台机器，非要等足30秒倒计时才肯扣动扳机。亚瑟想冲回去救他，结果自己连吃2次警告，要不是雷蒙拼尽全力把他拽回来，亚瑟也得交代在那里。悲痛化作了撑下去的动力，几个人互相搀扶着走到了天亮。看着剩下的人越走越近，关系也越来越好。一直被孤立的5号眼里第一次露出羡慕，他悄悄凑到雷蒙身边，语气里带着难得的服软，说自己从小性格孤僻，总被同龄人排挤，才养成了尖酸刻薄的毛病，希望雷蒙他们能带上自己，后面互相扶持着走。雷蒙只是简单敷衍了几句，经历了这么多死亡，他心里没多少恨，可也没法轻易原谅。可就这几句敷衍的话，成了压垮5号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他索性快步走到队伍最前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掏出刀子，割破了自己的喉咙。
雷蒙等人只是愣了一下，便继续往前走。不是他们冷漠，只是见过太多死亡，连情绪都变得麻木。他们心里都清楚，懦弱和恶毒最终都会被规则吞噬。第5天清晨，赛程快到300英里了。雷蒙认出前面就是自己住的小镇，可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鞋底在长期磨损中脱落，他只能忍着钻心的疼，赤着脚踩在滚烫的马路上。就在这时，他看见路边站着憔悴的母亲，看着儿子血肉模糊的双脚，母亲的眼泪瞬间决堤。在那一瞬间，什么规则，什么仇恨，雷蒙全忘了。他本能的就往路边冲，想抱抱母亲，跟她说句话。好在彼得反应极快，在第3次警告响起来之前，硬生生把他拽回赛道。缓过神的雷蒙满心懊悔，不该参加这该死的比赛，不该让母亲受这种罪。彼得不停安慰，让他一定要撑到最后，赢下比赛，这样就能带着奖金回家陪母亲了。比赛很快到了300英里，赛场上只剩下5名选手，戴本的身体已经出了问题，亚瑟也开始毫无征兆的流起鼻血。印第安小哥一言不发走在最前面，雷蒙叫他走慢点，谁知小哥突然冲出去抢下了士兵的枪。他本想带着大家逃离这场比赛，可腹部当场中弹。联想到之前的亚裔小个子的模样，他没等30秒倒计时结束，而是自己扣动了扳机，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最后的尊严。等到夜幕再度降临，亚瑟也撑不住了，咳出一大口血。雷蒙和彼得一左一右架着他不肯松手。亚瑟心里满是感动，在生命最后关头还能交到2个真正的朋友。他摘下脖子上的项链塞给雷蒙，拜托他们不管谁能活到最后，请把项链交给自己的奶奶。刚说完，他就用力挣脱2人的搀扶，停下脚步，坦然迎接了死亡。在极权设定的冰冷规则里，死亡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重量。有人在悔恨中自我了断，有人以血肉之躯向体制亮剑，也有人把最后的体面与爱化作同伴前行的阶梯。赛程跨过350英里，戴本也已是强弩之末。在生命的最后关头，他对2人坦白一个惊天秘密：原来他是上校遗弃的众多私生子之一，踏上这条死路就是想用这种极端的方式逼生父把母亲接回家。可目睹了沿途无数同伴的惨死，见识了比赛的残酷后，他开始厌恶自己体内流淌的血液，也明白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有多可笑。说完这些，他突然停下了脚步。枪响过后，漫长死寂的公路上只剩下雷蒙与彼得2个人。不知不觉间，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，前方也涌来成千上万围观的民众，准备为本赛季的英雄献上铺天盖地的欢呼。可在雷蒙和彼得眼里，这些麻木狂欢的看客更像是地狱里的幽魂。更残酷的是，前方的引导车没有要停下的意思。这场比赛根本没有物理意义上的终点，唯一的规则就是走到只剩最后一个人。想起雷蒙家里苦苦守候的母亲，想起他还没走完的人生，彼得心里做了决定，他要把活下去的机会留给好友。可雷蒙说什么也不同意，硬是顶着2次警告，强行把彼得扶起来，求他再陪自己走一程。然而彼得刚点头应承，身后就突然传来枪响。原来雷蒙突然停下了脚步，第3次警告准时响起，他主动把活下去的机会让给了彼得。这一路走来，他看透了权力的虚伪与看客的麻木，也意识到单纯刺杀一个上校根本撼动不了这套吃人的体制。相比之下，彼得心里那份纯粹的善意才是这片灰暗世界里真正能燎原的火种。 May God reward your bravery. Sorry, Mom. 而彼得成了这场死亡竞走唯一的胜者，四周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的喝彩，漫天烟花绚烂绽放，把这场荒诞的杀戮推向了最高潮。这时，神色倨傲的上校走了过来，假惺惺的向泣不成声的彼得道贺，并承诺说会兑现他的愿望。他以为这穷小子会要数不尽的财富，或者要至高的地位，却不料彼得只是抬了抬手，说要士兵手里那把卡宾枪。上校并没多想，以为他是想拿枪防身，便傲慢的示意卫兵交给他。当彼得把枪口转向上校时，上校明显慌了，语无伦次的劝他放下武器。在他的认知里，没人会放弃即将到手的荣华富贵。可彼得没有丝毫犹豫，果断扣下了扳机。狂欢的人群瞬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。故事到这里也就此结束。50个年轻人踏上赛道，有的人是为钱，有的人是为复仇，还有的人是为家庭。可走到最后，真正留下来的不是最能熬的人，而是心里还装着别人的人。雷蒙把生的机会让给彼得，而彼得最后扣下扳机，也不是想当英雄，只是不想再看着这套规则继续吃人。其实我们每个人这辈子都在走一条这样的赛道，一份不敢辞的工作，一段不敢分的关系，一条所有人都在走，你也不得不跟着走的路。规则告诉你不能停，一旦停下脚步就彻底输了。而这部作品想说的是，你可以停下来，真正的胜利不是熬到最后一个，而是哪怕所有人都在往前走，你也敢停下来问问自己，这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？大家好，我是阿元，以上就是惊悚片《死亡竞走》的全部内容。